大家好，我是相野游侠。龙年新年，祝大家龙年吉祥如意。您现在看到的是郑州市大观音寺的外面。大观音寺的正门口升起一面国旗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除夕过完，天不亮就有人来大观音寺烧香了。大年初一烧香是一种中国民间的习俗。现在都快中午了，寺院门外依然是大排长龙，等待入寺烧香。这是烧完香的人群从寺院里出来。这是大观音寺的一个侧门入口。那里头的人肯定不多吧？原来队伍排了2里地长。为了能进入寺院，我也只能加入排队的队伍之中。我排队足足排了有1个小时。寺院外面有很多乞讨的老人，但是他们只能收现金或者其他东西。但是现在很多人手上都没有现金，没法捐献给他们东西。是不是？啊，就这药可能小多少药排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能进入寺院了。把手机都装好了啊！今天人特别多。郑州大观音寺位于郑州市金水区，处于闹市之中，是一处以观音菩萨为主题的大乘佛教寺院。大观音寺沿用唐式回廊建筑风格，规模为5进11座殿堂及其1阁2楼6堂，有天王殿、自在殿、钟楼、鼓楼、七佛宝殿、护法殿、东方三圣殿、西方三圣殿、大光明殿、观音阁、多宝阁、舍利阁、藏经阁、课堂、禅堂、念佛堂、法堂、戒堂、无碍堂、圆融堂等殿宇。此处是在换硬币，方便香客使用。是在换硬币。这座殿里边供奉着关羽，很多人以为关羽是道教的神仙，其实在佛教中，关羽还被尊奉为伽蓝菩萨或者是护法菩萨。在我小的时候，
我们家胡同口有一个关爷庙，供奉的就是关二爷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爸经常在外面做小生意卖苹果。我曾多次给老关爷磕头，求他保佑我爸回家的时候能给我带来一把玩具手枪。可是愿望从来就没有达成，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怪过老关爷。烧香者有的是求金钱，有的是求健康，有的是求平安，有的是求顺遂。总之，缺什么求什么。小时候受电视剧的影响，特别是《西游记》和《封神榜》，我相信庙里的神灵都是有神通的。后来随着上学读书以及自己的阅历判断，这世上没有会神通的神仙，也没有鬼怪，这些纯粹是迷信。但是后来我的想法又发生了改变，虽然认为他们是没有神通的，但也不认为这就是坊间迷信。我读了佛教的心经和金刚经，其实我现在可以熟练地背诵心经，觉得心经和金刚经都很深奥，又很有道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解读，但是大概的意思能明白。书中所提到的那种般若的境界，虽然不是神通，但是也犹如神通。这个流通处原来是售卖珠宝和佛珠的。佛道两家都导人向善，都说自己会保佑善良的人。可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很多善良的人都没有好的结果。这也是我不相信如来佛和玉皇大帝有神通的原因。有一点我认为是对的，善良的人虽未必都会有好的结果，但是善良的人有好结果的概率是大大高于邪恶之人的。特别是当我们身处文明社会之中，随着人类的文明进程，善良的人会越来越会有好的回报，而邪恶之人则越来越难逃惩治。所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这句话虽不是绝对，但也是个大概率事件。所以信奉佛或道能保自己平安也不无道理。在此祝愿每一位善良的人都能得到福报。
边店内不让拍照啊，看看把它关了吧。店内不让拍照。我俩说的都没有动静了，你们走着，你走不着玩意儿。你走后面的大店在后面，你说那个店在后面传过来，那神像背后你都不知道，你在那拜了半天，你拜啥？光头没大了，你哪走了？这是大吧？你看你次次就光跑啊！好了，你再等着吧。等我们俩一会儿。快了吧，咱快了吧。这真的。我找哪儿了？佛祖四大皆空，生无一物，我们却向他求万事如意、金银财宝。当然，这些佛祖都能给你，只不过要从佛法中去求，而不是烧香跪拜。大观音这儿。这一路不是，普通话有的。太热了。
这儿了。